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川普再次入主白宫，他想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一次普通的美国政党更迭。如真按他的设想，那么他带来的改变，其规模绝对相当于一次革命，而且是一次世界性的革命。8年前初出茅庐的川普，同样是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主掌白宫，但结果却是一地鸡毛。虽然他在对抗中共、任命法官和减税方面是成功了，但大多数其他领域，他在4年中举步维艰，而且他的执政还强烈刺激了美国乃至世界的极左势力的极度反弹。极左意识形态随后强势攻占全球各个领域，并把拜登送入了白宫。8年过去了，世界变了，川普也变了。那么川普过去4年卧薪尝胆的体悟是什么？为什么川普2次执政会大赢？反川普势力会从哪些角度反击？同时中共会怎样和川普对决？那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些话题。1月15日，川普通过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发表了一个消息，他说，截止今天，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已经为美国政府聘用了1000多人，他们在各方面都非常出色，你们将在未来几年看到他们的劳动成果。随后川普提出，为节省时间、金钱和精力，大家最好不要再向他推荐那些患有川普错乱症的人。随后川普在他的推文中列出了一串原来和他工作过的共和党的人或组织的名字。这个消息非常清晰地展现出川普第2任的一个最关键特点。显然川普充分意识到了他第1任失败的一个最关键原因，那就是用人不力。虽然有众多因素造成他第1任困难重重，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一个，他身边真正有能力并和他理念契合、目标一致的人真的太少，而时刻想背后捅他一刀的人又太多。2019年12月，美国众议院以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调查这2项罪名第1次弹劾川普。导火索不过是川普的一次通话。川普在2019年7月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次电话通话，竟然被旁听的一名中情局分析员、川普政府内部的一个国安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整理成控告川普的黑材料。而隶属于川普政府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收到这份举报川普的黑材料后，居然转身就把举报信递交给了民主党主导的美国众议院。于是众议院于2019年9月启动了针对川普的弹劾调查，并在3个月后正式启动了对川普的第1次弹劾。为什么在没有任何其他事实证据的情况下，那名中情局分析员立刻就把川普的一通电话解读为川普在滥用职权呢？而川普自己的情报总监办公室为什么也立刻认为这样的解读非常可信呢？原因很简单，川普第1任政府中的大部分官员，他们在内心深处从一开始就对川普极度轻蔑，对川普充满了先入为主的负面观念。当年川普被这样的人簇拥着，一通电话就可能引来国会弹劾，你说川普怎么可能在第1任做出任何重大的改革？有人可能会问，川普在2016年入主白宫前，在商业界也是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他应该最清楚选什么人辅佐自己应该是做成任何事情的关键。为什么川普在第1任会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犯下这么粗浅的错误呢？回看那段历史，就会意识到那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必然。很多有关川普2016年大选获胜的书中都集中展现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出人意料。从某种意义上讲，川普能够在2016年击败希拉里当选总统，主要就因为没有人认为他真的会赢。当时媒体和民调几乎一致认为希拉里会在总统大选中全面碾压川普。民调显示，希拉里赢得大选的概率是98%，板上钉钉。希拉里甚至主动建议把用于资助自己总统大选的资金转向资助一些民主党的参议员的选举，因为他已经在考虑当选总统后的事情了。他希望自己当选总统后，能够有一个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
以便推行自己的执政议题。反观当时川普的竞选团队，既没有一个清晰的策略，也没有一个有效的运作方案，士气非常低落，很少有人认为川普真的会赢。正是因为从社交平台到大媒体再到职业政客，没人把2016年的川普放在眼里，这才让他们没有在2016年做出任何防范川普当选的措施。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在2016年就拿出他们在2020年针对川普的那股劲儿，川普大概率没希望在2016年当选。这个事件有个相生相克的理，出人意料，虽然帮助川普在2016年的大选中获胜，但是也给他的第一个任期埋下了多个巨大的隐患。其中一个就是川普在竞选时根本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执政的人事任命问题，所以川普当选后不得不依赖共和党政客来给他推荐关键政府官员。这些老牌共和党的选人标准通常以他们自己的认知理念为标准，以共和党党派身份为依据，而不是考虑这些被推荐的人是不是尊重和信任川普，这些人的理念是不是和川普吻合等，结果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川普的第一任内充满了内阁成员的离职和被解雇的现象，15个内阁职位中有9个在任期内发生了人事变动，许多官员都因为和川普政见不合而辞职或被解雇。例如国务卿蒂勒森因为与川普在外交政策上存在分歧，任职1年后就被解雇了。川普2024年11月当选后，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为自己的政府选人。从我们前面提到的川普在1月15日发的那个消息看，他的第2任政府应该已经初具规模了。那个消息特意强调党派不是他选拔官员的标准，而且他特意回避那些和他政见不合的共和党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肯尼迪和加巴德等这些曾经的民主党人，现在却被他提名分别主管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和国家情报总监等关键部门。在历史的安排中琢磨天意是我的一个重要视角。2016年，川普意外入主白宫，但随后他在白宫这个庙堂之高中经历4年的政治煎熬。2020年，在一场诡异的大选中，历史又安排了川普落选，逼迫他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那江湖之远中经历94项刑事诉讼的司法煎熬。但是2024年，川普在大选中再次获胜，但这次川普已经不再是意外胜出，而是明确的大胜，赢得多数美国人的支持。回看历史，过去4年对川普来说已经不是苦难，而是财富。过去4年的偏居生活让他在煎熬中有机会看透人心的各种表演，这样的经历直接帮助川普现在清醒的选人，构建自己的第2任梦幻团队。历史似乎再次提醒我们，直面苦难，因为苦难也有可能是上天眷顾的另一种形式。目前众多迹象都显示，川普第2任大概率会成功。除了他现在执政经验更丰富，对美国政治权力杠杆更了解，拥有更强大的选民支持和授权，另外他精心挑选的政府官员也对他更忠诚外，很多外部因素也在快速向对川普有利的方向发展，其中包括美国国会、科技领域、旧媒体等多个方面。在国会和立法这方面，虽然川普在2016年当选时，共和党也是占据了参众两院的多数，但是那时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中，很多人根本不把川普放在眼里。而目前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多数都是川粉，他们中多数人都把实现川普的竞选承诺当作自己的基本责任，因此这届国会会从立法上为川普施政提供便利。例如，美国1946年制定了一个行政程序法，这个法律规定，联邦机构在通过或撤销法规前，都必须先通知公众，包括公布听证会的时间、地点以及要改变的主要内容等。在80年前互联网还没普及时，立这个法的初衷是确保公众有机会了解
并参与法规的制定过程，从而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但这项法规却在川普第一任中被反复用来阻止他试图取消一些束缚企业的法律的努力。因此，川普可能需要国会考虑修改这个80年的法律，让它不要成为他削减美国各种繁文缛节的障碍。川普还需要国会的帮助，利用国会审查法把拜登最后几个月搞得很多政策一笔勾销。还有，他希望国会通过一个新的缰绳法案，来遏制拜登时代制定的其他行政法规。目前，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已于2023年批准了这个缰绳法案，准备未来在合适的时间寻求参议院的批准。另外，科技领域这次对川普态度转变的巨大和突然程度，也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从今年川普被刺杀未遂后，马斯克开始全力投入支持川普的选举，成为川普的第一哥们儿。马斯克本人富可敌国，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也是独霸天下。马斯克的加盟让川普的竞选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跟随马斯克的步伐，脸书的老本扎克伯格也迅速加入川普的粉丝群，对川普在被刺杀中的英雄气概赞不绝口。在川普当选后，扎克伯格对川普的崇拜甚至改变了他对马斯克的态度。扎克伯格很喜欢个人摔跤和格斗，在他那个重量级的个人格斗比赛中，他是拿过奖牌的。而马斯克也是从小打架，练过摔跤和格斗。而马斯克的个性非常喜欢和人斗。多年前，在他第二任妻子的生日派对上，马斯克居然挑战一位体重316斤的相扑运动员。结果，虽然他成功把对手摔倒，但也因此导致自己椎间盘受损。在随后的10年中，他接受过多次手术，却依然被背部疼痛折磨。扎克伯格和马斯克此前互相不服气，他们之间的矛盾曾一度升级到要进行一场1对1的决斗来决定谁更牛。现在扎克伯格却毫不掩饰的，他要做马斯克 2.0 的想法。最近在Joe Rogan对他的访谈中，扎克伯格明确表示，他要学 X 平台，把脸书的内容审查也取消掉，换成 X 平台那种利用用户反馈来辨别消息的真假。同时，他还宣布会在自己的公司放弃多元共荣这样的左派政策。和他在2020年大选时的表现相比，扎克伯格对川普态度的转变是惊人的。与此同时，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苹果公司 CEO 库克、谷歌 CEO 皮采戈等一众科技大佬最近纷纷到川普的海湖庄园去和川普吃饭聊天，并主动给他就职典礼提供100万捐款。就连微软创始人盖茨最近也通过媒体表示，自己最近和川普吃了3个小时的饭，讨论了艾滋病、骨髓灰质炎和全球健康等一系列话题。盖茨说，在3个小时的谈话中，川普精力充沛，而且他对全球健康的兴趣让他印象深刻。有人说，他们此时这么干只是想巴结川普，希望将来能从川普政府那里得些好处。但是2016年川普首次当选时，这些人为什么就没有主动找川普套近乎呢？当时川普不是也要成为美国总统了吗？其实你要回看那时的新闻报道，就会发现当时很多美国大公司的老总是以嘲讽川普为荣的。因此，我真的认为这些科技大佬中很多人对川普的态度是真实转变了。在过去8年中，川普被多次调查、多次弹劾、多次起诉、多次判决、多次刺杀，他们都看到了。同时，他们也体验到了过去4年左派统治下美国社会的现实。最后，这次大选结果也让他们看到美国民意的真实反应。虽然他们肯定不会像马斯克那样成为川普的第一哥们儿，但是他们对川普的公开示好，绝对是在改变美国社会对川普的整体态度，而且绝对会影响他们掌控的社交平台的政策，让那些平台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反川普。这显然让川普未来4年又少了一类劲敌。在过去8年多反川普的势力中，旧媒体是急先锋和领头羊，而且这些媒体和川普之间的对立，未来会发生根本改变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
因此旧媒体依然会是川普的第二任中的主要反对力量。但是最近多个事件显示，反川普的旧媒体目前大多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信任危机。华盛顿邮报这些年因为读者人数下降，每年亏损数千万美元，此前就裁过10%的员工，最近再次宣布要裁4%。另外，自去年11月美国大选以后， MSNBC 的黄金时段观众减少了53%，而 CNN 则减少了47%。这两家新闻网络的收视率都降到了近30年来的最低点。1月17日，媒体报道 CNN 同意向一名美国海军退伍老兵支付一笔高额赔偿金，原因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陪审团认定 CNN 在一个关于阿富汗撤侨工作的报道中对这个老兵构成了诽谤罪。这个判决对美国旧媒体的未来影响深远。故事是这样的，2021年美军从阿富汗撤兵，大家应该还记得当时那个混乱和狼狈的场面。有个阿富汗裔美国人想把家人弄出来，结果在脸书上发现有人开价10万美元。CNN 就抓住这个事儿做了个报道，标题是阿富汗人逃离塔利班面临黑市、天价费用、安全和成功无保障。在一个5分钟的报道中， CNN 提到了一个叫杨的美国海军老兵。这个老兵之前在中情局干过，现在自己做安全和情报顾问。CNN 说，杨在领英上发帖说能用车把人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送到巴基斯坦，一辆车收75000美元，或帮人坐飞机去阿联酋，一个人收14500美元。CNN 的当家主播塔帕在节目中把杨描绘成一个趁火打劫的坏蛋，利用阿富汗人的苦难发财。杨本人在 CNN 节目播出前2个小时才收到这个报道，他连忙向 CNN 解释说，他公司的业务不是针对阿富汗个人的，他的客户都是一些非营利组织和大公司，他是帮助那些公司营救自己被困在阿富汗的人，价格高是因为撤离行动复杂，成本高，风险大。但是 CNN 根本不理他的这些解释，报道照播不误，杨一下成了行业里的过街老鼠，不但业务没了，各种舆论压力还引发他出现抑郁、失眠和恐慌等症状。于是杨以诽谤罪把 CNN 告上了法庭。审判过程中， CNN 内部的邮件被曝光，显示 CNN 记者对杨的印象是先入为主。他在节目制作前就给同事发信说，我们要搞定杨这个混蛋。案件陪审团经过8个多小时的讨论，最后裁定 CNN 诽谤成立，因此判 CNN 要给杨先支付500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随后当陪审团还在进一步讨论 CNN 需要给杨付多少惩罚性赔偿时， CNN 赶快和杨在庭外协商和解。最终 CNN 给杨付的赔偿总数没有公开，但是美国民事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通常是补偿性赔偿数额的2到3倍，因此就算 CNN 在和杨的和解协议中给杨的惩罚性赔偿只有补偿性赔偿的2倍， CNN 在这场官司中也要赔偿1500万美元。为什么说这个判决对美国旧媒体的未来影响深远呢？传统上，因为美国宪法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大力保护，告媒体诽谤的案件通常非常难成功。由美国的老百姓组成的陪审团，他们的认知基本上是美国一个地区民众的民意和认知状态的反应。过去媒体在美国人心中普遍信誉比较高时，美国人通常不会轻易相信媒体人会故意抹黑当事人，有的话也多是因为个人非恶意的失误。但是佛罗里达的这个陪审团在这个案件中对 CNN 的判决清楚展现出美国人，特别是佛罗里达的美国人，现在对老牌媒体深度的不信任。任何能证明这些媒体人有先入为主观念的证据，都能进一步坐实美国人对这些媒体的负面印象。这对于靠报道新闻、发表观点生存的媒体来说，无异于在他们头顶悬挂了无数把斧头。
让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吃上大官司。那么 CNN 这个故事和川普与媒体未来潜在的对抗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很大。众多迹象显示，川普已经充分意识到目前媒体在美国民众的心目中的信誉跌到了多么凄惨的境地。因此，川普从去年开始突然开始对和他作对的媒体反手为攻，用法律诉讼选择在保守州的法庭进行反击。就如同那些成功起诉川普的案子都选择在仇恨川普人群比例最高的纽约市进行一样。2024年3月，川普以诽谤罪在保守的佛罗里达州起诉 ABC 新闻和他的王牌主播斯特凡·诺普洛斯。这个 ABC 的主持人在采访节目中称，川普被裁定要为强奸罪负责，但事实上那个案件对川普的裁定中并没有认定他对当事人强奸。最后2024年12月 ABC 新闻不得不和川普庭外和解，同意向川普的总统基金会捐款1500万美元，并向川普的律师支付100万美元的律师费。这个主持人还公开道歉，说对自己在上述节目中有关川普的言论感到遗憾。就这样，川普的诉讼让 ABC 为一句话损失了1600万美元。2024年10月，川普在保守的德克萨斯州对 CBS 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在采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时故意剪辑哈里斯的采访回答，欺骗观众，干扰美国大选，要求 CBS 至少赔偿100亿美元。12月，川普同样在保守的爱荷华州起诉一家民调公司和当地的 The Maine 纪事报及其母公司，告他们在选前发布的民调中大幅低估选民对川普的支持度，欺骗消费者，干扰选举。目前有媒体报道说， CBS 的母公司派拉蒙的高层正在内部讨论如何学习 ABC 新闻和川普庭外和解。媒体报道，他们想和解的主要原因是派拉蒙现在正想和天舞传媒公司合并。川普对 CBS 的诉讼给派拉蒙公司带来了无尽的头痛。派拉蒙担心 CBS 和川普之间的矛盾会让这个合并意向泡汤，但是川普给这个诉讼挂出的100亿美元的惊人标价，肯定也让派拉蒙很惊恐。派拉蒙公司也知道，现在美国人，特别是德克萨斯人，对 CBS 这样左派媒体的厌恶程度，任何由陪审团决定的审判结果都是无法预测的，大概率对派拉蒙公司会是灾难性的。派拉蒙在和解过程中会面对多大的损失，这绝对是一个让派拉蒙高层睡不好觉的问题。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在川普对媒体的这种种强势司法反攻下，川普未来虽然还是逃不脱媒体对他的攻击，但是媒体应该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对川普进行无中生有的故意诽谤和无底线的舆论攻击了。最后，我们来谈谈中共那边对川普政府在关税问题上可能如何应对。1月13日，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在世界贸易的顺差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万亿美元，是2018年中国全球顺差的3倍。2018年那年，川普对中共启动关税战，因此有人说，这说明对中共过去7年的关税战根本没起作用。其实不然，深入分析贸易数据会发现，川普对中共的关税战对中美和全球贸易影响巨大。过去7年，中共对世界顺差快速增长，但是对美国的顺差却基本持平。2018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主要是从美国赚钱，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占它全球顺差的80%。2024年，这个比例就只有1/3。因此，川普7年前发起的对中共的关税战，保证了中北贸易不平衡没有进一步恶化，迫使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发生在美国以外。这样的结果就是迫使中共把它的贸易不平衡从美国一个国家蔓延到了全世界。目前，中国和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巴西、智利等南美国家，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都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而这个顺差还在变得越来越大。
中国对世界各国这种不断恶化的贸易不平衡，正在摧毁着很多国家的关键制造产业。德国的汽车产业出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裁员，日本的汽车产业不得不用合并来断尾求生，巴西和智利的钢铁企业也纷纷倒闭。和中共的贸易不平衡造成的后果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的，包括巴西这样和中共走得很近的国家。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痛点，迫使世界各国都被迫思考如何抵抗来自中国的摧毁性的海量出口。而川普首先对中共启用的关税战，正在成为许多国家不得不效仿的手段。中国2024年对世界贸易顺差达到了惊人的1万亿美元。在中国目前人口萎缩、房地产萎缩、经济一片低迷的情况下，出口成为中共唯一的经济发展动力。中共对出口的依赖，造成川普对中共任何新的关税战都会引发中国经济严重的痛苦。7年前，中国贸易不平衡主要是和美国，因此当时中美谈判时，中共还可以和川普玩大豆外交，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把买巴西大豆的钱用来买美国大豆。现在中共的贸易不平衡是全球性的，这让中共连玩大豆外交的余地都没有了。巴西人已经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承受不住了，现在竟然连我们的大豆都不买了，那还不把巴西人给逼急了？因此中共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和川普在贸易上再谈判的筹码了。如果川普启动对中共新的贸易战，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额是美国对中国的4倍，这相当于美国在贸易战中有4倍于中国的弹药。因此中共如果硬打，是绝对没有打赢贸易战的希望的。也就是说，面对川普，中共这次是软的谈判，硬的对打都不行了。因此有人推测，中共就只剩下降低人民币汇率这一条路了。我在以后的节目中会给大家分析为什么这对中共也是一条死路。不过各种迹象显示，人民币未来大概率会贬值，而且目前美元的存款利率已经是人民币存款利率的2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中共允许的每人每年可以兑换5万美元的那个规定呢？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